刀锋划过裙摆的瞬间，我从满门抄斩的噩梦中惊醒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救顾寒渊的那一天。皇家马球会，春日暖阳正好，林婉仪的马鞭狠狠抽在他身上。我冷笑着看向场中，顾寒渊，你也有今天。曾经的圣经第一公子，如今是任人践踏的马奴。林婉仪踩着他上马，稍有不顺就挥鞭相向。前世我为了救他，挨了一鞭，毁了半张脸，换来的却是满门抄斩和他对旁人的甘之如饴。他曾厌恶地说我多管闲事，说旁人待他，他甘之如饴，说我欠他的必当还清。青罗在我身边假意劝说，他眼底的算计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前世那边就是他暗中推我挨的。林家倒台后，他还成了顾寒渊的妾室。青罗故作担忧地问我，顾公子都快被打死了，怎么不去救他？我语气平淡地反问他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倒是他这般关心一个马奴做什么？马球彩头送到眼前，是只稀世的红宝石风钗，林婉仪的眼睛都看直了。我扬声笑道，表姐，我让了他3球还是险胜，这钗子他若是想要，我便赠与他。一句话点燃他的怒火，马鞭挥得更狠了。顾寒渊浑身是血，倒在地上。林婉仪怒吼着，都怪这贱奴没伺候好他的马。林承远匆匆赶来，青罗趁机想推我挡鞭，我顺势侧身，我故作委屈地说，表姐打自家奴才也就罢了，怎么连我的丫头也打？顾寒渊虚弱哀求着，叫我阿宁，求我救他，带他走。我猛地回头，眼神冷得像冰，转向刚演完剑舞的贵女，声音掷地有声的请借宝剑一用。长剑出鞘的寒光划破马球会的喧闹，我攥着剑贴着顾寒渊的指骨，削断了那片被血污沾染的裙摆。我声音冰冷地说，表姐这马奴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直呼我的闺名，毁我清誉。林婉仪冷笑嘲讽，说我这般动怒，莫不是想杀人灭口？阿宁阿宁叫的倒是亲昵。我转身直视林婉仪，反问她，若非她常年带她出入内眷场合，一个卑贱马奴怎知闺阁小姐的名讳？前世她泼我脏水，让我沦为笑柄，这一世该换她尝尝众叛亲离的滋味。周围的贵女们脸色骤变，谁都怕被这样的脏水泼上身，看向林婉仪的目光满是不善。有贵女阴阳怪气地说，明明是自己与马奴形影不离，真当旁人都是瞎子。又有人疑惑不解，好好的白身偏要卖身为奴，怕不是为了某些如花美眷？林婉仪被对得面红耳赤，竟让顾寒渊当场对质，厉声催促他说，我是不是对他嘘寒问暖，送汤送药？我轻笑出声说，表姐若有证据，尽管拿出来，只要搜到半点与我相关之物，我便自绝，以谢外祖母教养之恩。他从前毁尽我送他的东西，如今哪里来的证据？我抬起剑尖抵着顾寒渊的后颈，语气冰冷地问他，他与我可有一星半点的交集？顾寒渊趴在地上，重重磕了个头，卑微认错说，从未有过。顾寒渊，你也有这般识时务的时刻，可惜太晚了。林婉仪气得浑身发抖，还想继续狡辩。林承远突然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厉声呵斥他还不快向表妹赔罪。林婉仪咬牙切齿地说，是他昏了头，还望表妹恕罪。林承远躬身致歉，承诺定会严惩顾寒渊，狠下心肠说哪只手弄脏了表妹的裙摆，便挑断哪只手巾。写字的右手没了他这书画双绝的第一公子还怎么权倾朝野？顾寒渊浑身一僵，眼底满是怨毒，却不敢反抗。我转身离去，说表哥做主就好。我心软，不忍重罚。林承远咬咬牙，命人砍掉他的右手。林承远的话落下，顾寒渊浑身瘫软，那只写字的右手要被挑断手筋。书画双绝，一字千金，没了这只手，他这辈子只能当个废人。顾寒渊被架着拖出去，惨叫声响彻马球场。林婉仪孤零零站在原地，脸色凝重如纸。我转头看向青罗，说他怎么这般不小心？我们主仆一场，若需良医，只管来找我。林婉仪皮笑肉不笑地说，不劳表妹关心，他的奴才自会找他求药。青罗闻言猛地打了个寒战，我转身离去。这点苦还远远不够，前世他背叛我，想尽荣华，这辈子我定要他生不如死。马球会散场，林家的车马早已不见踪影，他们竟真的把我扔下了。我故作焦急地说，表姐定是有要事耽搁，定会回来接我的。相熟的小姐贵妇要送我，都被我婉拒。我孤零零站在路边，像个被丢弃的孤女。林家，你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天色渐暗，车马渐稀，就在我准备拦车卖惨时，一架华贵的马车停在我面前，车帘掀开，雍容的妇人映入眼帘。宁安王妃温和开口问，这不是应宁吗？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？宁安王妃的马车停在面前，车帘掀开的瞬间，我知道林家的噩梦来了。前世林家偷龙转凤，害王府蒙羞，这一世王妃定会好好回报林家。跟着王妃回到林家，大舅母正搂着林婉仪，满脸不屑地奚落我。大舅母不冷不热地说，表姑娘又不是没有腿，自己走回来也省得他们找。又偏袒护短地说，他们婉仪才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林家庙小，容不下我这尊大佛。前世我因为母亲早逝便被送到外祖母家暂养，
因此我一直当他们是家人，容忍他们的恶言恶语。可是这一世我不会了。我还未开口，宁安王妃便姗姗走来，语气带着笑意，却字字带刺。王妃似笑非笑地问：受了多大的委屈？说来听听。她提议宁安娘罚她。我婉然一笑，说多亏王妃心善送我回来，否则我真要徒步走回来了。大舅母吓得慌忙行礼，王妃却看也不看，径直拉起外祖母的手。王妃亲热唤道：问夫子进来可好？说学生空手来看他，真是失礼。外祖母慈和开口说，王妃将应名送回，便是最好的礼物。王妃与外祖母叙旧，大舅母硬生生行了半个时辰的礼，直到林婉仪腿软跌倒在地。王妃故作惊讶地说：林大姑娘马球会上那般骁勇，怎么行个礼都能跌着？想来是林家的奴才，比宫里的还称心。大舅母脸色发白，说不敢。王妃说笑了。王妃语气骤冷，反问不敢？他们连侯府嫡女都敢扔下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王妃话锋一转，突然看向外祖母，认真提议说：既然林家庙小，不如夫子应下他家婚事，他早日将这大佛搬到他家去。林家，你们最想攀附的人，如今成了我的靠山。外祖母虽未松口，可流言早已传遍圣京，林婉仪跋扈虐奴，扔下侯府嫡女的事，人尽皆知。一亲的年纪，名声尽毁。林婉仪，你还能嫁去哪家？林家各房必大房如瘟疫，扬言林婉仪要么出嫁，要么出家，否则便分家。这只是开始，钱是你们欠我的，我会让你们一点一点加倍偿还。大房夫妻急得焦头烂额，只能匆匆为林婉仪一亲。可满圣京的人家，谁愿要一个名声尽毁的女子？林婉仪名声尽毁，大舅母四处为她寻亲，可圣京人家避之不及，连他母家都不愿接这烫手山芋。私带谋逆牵连的马奴，还关系不清不楚，谁敢要这样的儿媳？弟媳私下透露，林婉仪的丑闻早已传遍贵女圈，不过是借马球会之事掩去冲撞内眷的实锤。弟媳直言不讳地说，哪家愿娶个跟马奴不清不楚的？这不是往自家名声上泼脏水吗？大舅母走投无路，竟想把林婉仪嫁给家生子，远远打发出去。而我与宁安王府的婚事早已传遍圣京，我即将成为宁安王妃，她却只能下嫁奴才，这就是前世他们欺辱我的下场。林婉仪被禁足府中，怨气无处发泄，便变本加厉折磨下人。青罗因伺候过我，被罚跪在人来人往的走道上，她仰着脸，脸上的伤疤溃烂可怖，任人指指点点，这点苦不及他前世背叛我的1/1000。深夜，碧桃凑到我耳边，压低声音禀报说，青罗传信，林大小姐换了下人衣裳，偷偷往马厩去了。听到马厩二字，前世的剧痛瞬间袭来，顾寒渊挑断我的脚筋，将我囚禁在那里。林婉仪凌辱碧桃的画面历历在目。碧桃，前世你为我受的苦，这一世我定要让他们百倍偿还。我放下凉透的茶盏，眼神冰冷，语气平静地吩咐，明找游商，给青罗送些伤药和辅盐膏。他第二次来要时，务必让林婉仪知道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林婉仪、顾寒渊，你们的好戏才刚开场。夜色渐深，马厩方向隐约有动静，我起身整理衣袍，要去磨恶人了。深夜的柴房阴暗潮湿，林婉仪穿着下人的衣裳，拿着鞭子逼问顾寒渊。他厉声质问他私藏的玉珏到底在哪个当铺，外面的流言是不是他泄露的？顾寒渊的右手无力耷拉着，手筋虽接好，却再也握不住笔。他面色冰冷，全然不答。林婉仪扔掉鞭子，媚笑着说，他这么喜欢他，只要说出玉珏下落，他可以给他些甜头。顾寒渊挑眉，让他说来听听。林婉仪以为拿捏了他，脸颊绯红，一件件褪去衣裳，直到只剩贴身肚兜。他含泪委屈地问他，是不是真要欺负死他才甘心？顾寒渊捡起衣裳披在他肩上，缓缓凑近他耳边。林婉仪脸上发烫，满心期待。顾寒渊却轻佻嘲讽道，他的身子与旁人也没两样，不过是庸脂俗粉，现在的样子真下贱。林婉仪如遭雷击，还没回过神，我一脚踹开柴房门。我调笑着问，这算不算捉奸在床？林婉仪尖叫着让我滚出去，慌忙套上衣裳，躲到顾寒渊身后。我步步逼近，字字诛心地说，原来表姐与这马奴有过婚约，明明是他与他私情败露，却想栽赃我，一箭双雕。话落，我一把推开顾寒渊，狠狠甩了林婉仪2耳光。林婉仪尖叫着说，我竟敢打他！我慢条斯理擦手，说打就打了，他能奈我何？我是镇北侯独女，准世子妃，打他有何不可？林婉仪怒极，抓起鞭子挥来，我反手抓住鞭身，手腕翻转，鞭子瞬间落入我手中。我冷笑着说，表姐不知道吧，我阿爹教我的都是武功。我挥鞭抽向他，专打肉后之处。林婉仪惨叫连连，转头向顾寒渊求救，哭喊着让阿渊快拦住我。他还以为他是从前对他言听计从的狗吗？林婉仪仍在哭喊着求救。我冷笑一声，扬声说，尽管嚷嚷，最好让所有人都看看大小姐衣衫不整的和马奴相依。眼角余光瞥见顾寒渊躲在一旁，不敢上前，脸上却带着莫名的笑意。我冷声说，他笑得真贱，顺手挥鞭抽在他身上，反正今日就是来清算旧账的。怨气出够，
我转身离去。林婉仪、顾寒渊这几鞭只是利息。林婉仪闭门不出数月，人瘦的脱了形，脖子上的鞭痕成了抹不去的疤，只能用绸巾紧紧围住。这道疤会让她永远记得那日的屈辱。青罗按我的吩咐，第二次去买辅盐膏，被林婉仪的大丫头撞个正着。青罗脸上的伤疤肉眼可见的变淡，林婉仪眼热不已，用一堆无用的祛疤药强换了药膏。喜欢就好，这掺了铅粉和曼陀罗的药膏会让她美的永无宁日。前世林婉仪在我脸上刻下奴漆，撒上生石灰，让疤痕永不消退。今生我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青罗送来消息，大舅母竟要将林婉仪许配给顾寒渊。大舅母坚信不疑地说，仙人指点，乾隆在渊，顾寒渊日后必一飞冲天。二舅舅赌债缠身，贵妃因国舅获罪被贬，桩桩件件都应了仙人的话，林家上下彻底信服。哪有什么仙人，不过是我不下的局。就在林家忙着撮合婚事时，盛京传来重磅消息，阿爹班师回朝了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顾寒渊救了回京述职的三皇子，不仅脱了奴籍，还成了三皇子的心腹，平步青云。林婉仪得知消息，欣喜若狂。顾寒渊骑着高头大马，一身劲装，风光无限，仿佛当年的盛京第一公子重现于世。没了我的扶持，只靠偷来的先知记忆，他能得意多久？三皇子成了储君热门，顾寒渊作为前邸近臣，被林家奉为上宾，大摆宴席。大舅母满面堆笑地叮嘱林婉仪，今日要好好招待顾公子。林婉仪斟酒布菜，故作端庄，满场都夸她有大家风范。我借故离席，刚到花园，一道酒气便缠了上来。顾寒渊醉意醺醺地说，阿宁，我也重生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世他要堂堂正正求娶我，问他被我杀过一次，还想再来第二次。顾寒渊脸色骤变，又迅速平复，语气讨好地说，一条命加一只手，换我们重新开始，值得。他要以正妻之礼娶我为贵妾，还是这般自私凉薄？前世的教训他半点没学。我冷声发问，那正妻之位他留给谁？顾寒渊故作深情地说，正妻只是联姻工具，他唯一的爱人只有我。他大言不惭，说要夺我离开宁安王府，说后悔当初放走我。我苦心筹谋逃离地狱，在他口中竟成了他的施舍。我挑眉追问，那表姐林婉仪呢？他打算如何待她？顾寒渊轻描淡写地说，看在幼年情分，那她为良妾，永远居我之下。话音刚落，林婉仪便寻了过来，得意炫耀说，等阿渊做了首辅，她便是一品诰命夫人。我这准世子妃根本不够看。我淡淡一笑，提前恭祝表姐觅得佳婿。林婉仪搀扶着顾寒渊离去，碧桃从暗处走出，压低声音说，香已经熏上，解酒汤也加了料，换成了行货，保证今晚就能怀上。碧桃的话刚落，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打趣说，等大舅母双喜临门，可得多讨些赏钱，才对得起她的体贴。在虎狼窝里还敢醉酒，这不就是等着被仙人跳吗？次日天刚亮，外祖母便素着脸叫我收拾东西。外祖母语气严肃地说，回侯府去，就说阿爹要回京，提前安排事宜。这时林家的嬷嬷匆匆来报，昨夜的闹剧已经传遍全府。嬷嬷压低声音说，顾公子醉酒走错院子，钻进了大小姐房里，5时都没出来。推门一看，大房夫妇本想顺水推舟让二人完婚。大舅母满面期待地说，他们本就有婚约，如今生米煮成熟饭，正好成亲。可顾寒渊却翻脸不认，态度强硬地说，退婚的是林家，设计的也是林家，要他负责，只能做妾。大舅舅气得脸色铁青，怒喝他别太过分，三品高官的嫡女怎能为妾？顾寒渊软硬不吃，拂袖而去。林家也不是好惹的，当即从当铺赎回一枚玉珏，是我按他的杜撰伪造的定亲信物。更巧的是，1个月后，林婉仪被诊出有孕。女医低声回禀，大小姐确实是有喜了。林家拿着玉珏和身孕当筹码，要上告顺天府，告顾寒渊毁约。大舅母咬牙切齿地说，他想不认账，没门。顾寒渊抛弃发妻的罪名，足够让他被清流唾弃，官途尽毁。大舅舅找到顾寒渊，一边以官途相威胁，一边抛出丰厚陪嫁。大舅舅语气强硬地说，林家嫡女绝无做妾之理，要么成亲，要么就等着身败名裂。顾寒渊脸色铁青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，却半点不敢反驳。前世他将我玩弄于股掌，这一世也该尝尝身不由己的滋味。他终究是惜命又贪权，再憋屈也只能点头答应，咬牙切齿地说他答应娶林婉仪为妻。消息传回林家，大舅母喜出望外，忙着筹备婚事，而顾寒渊却蹲守在侯府外，等着向我解释。顾寒渊蹲在侯府外，拦着我的马车，急切辩解说根本没有什么玉珏，是他杜撰出来骗林家的，让我相信他，说我们同为重生之人。我坐在车里，连车帘都懒得掀，语气平淡地说，我当然信他。顾寒渊面露狂喜，说只要我信他，他受再多委屈也值了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便轻笑出声，声音冰冷地说，因为那玉珏是我按他的杜撰找人做的，也是我亲手送到当铺的。我阴阳怪气地说，他与表姐狼狈为奸，
臭味相投，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怎忍心拆穿他们？我学着他之前的腔调，一字一句极尽嘲讽，说什么以正妻之礼娶我为贵妾，看在幼时情分纳他为良妾，正妻不过是联姻工具。我厉声呵斥道：可惜啊，他说了不算，没用的废物，只会做白日梦。马车扬尘而去，顾寒渊愣在原地，脸色青白交加，浑身发抖。顾寒渊，这只是开始，钱是他欠我的，欠沈家的，我会让他千倍万倍偿还。阿爹班师回朝的消息传来，我站在侯府门前，恍惚失神，上辈子的惨状涌上心头。顾寒渊骗我离京，假传我的手信，诱阿爹相救。那时阿爹早已没了兵权，却带着满身伤病的府兵，冲向了密密麻麻的剑阵。阿爹，对不起，前世是我瞎了眼，引狼入室，害了整个沈家。圣旨让顾寒渊监斩阿爹，他还假惺惺地来修书，冷漠地说：陛下看在他的面子上留我一命，别怪他，谁叫我爹谋逆？可笑，他爹的谋逆证据还是我替他销毁的。阿爹斩首前，我去见他最后一面，他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，嘱咐我好好活下去。沈家军还在等我重聚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悲剧重演，谁也不能动沈家分毫。皇帝忌惮阿爹兵权，可这一世没了顾寒渊的牵连，我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。顾寒渊像是被我刺激到，频频向三皇子进献策论，夜南水灾，西北大旱，桩桩件件说得头头是道。三皇子赞赏不已，说顾先生真乃奇才，有他相助，大事可成。顾寒渊名声大噪，林婉仪也跟着风光，挺着威龙的肚子找上门来炫耀。林婉仪得意嘲讽说：姨父都回来了，我和世子的婚事还没定，宁安王妃可是一次都没再去过我府上。我淡淡一笑，说出阁就要经历生儿育女的苦楚，若是遇上不通情达理的婆母，那可就遭老罪了。顾寒渊的娘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妖婆，她等着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林婉仪面色一僵，厚厚的肤粉也遮不住眼底的憔悴。我伸手理了理她的衣领，说让她好好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吧，昙花一现才最是可惜。我的话刚落，圣经便传来噩耗，顾寒渊的治水策论造成水路改道，殃及村镇，没有我的铺垫，没有门客的查漏补缺，他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废物。皇帝震怒，当众摔了奏折。三皇子迁怒顾寒渊，一顿痛打，打得他鼻青脸肿。顾寒渊疯了般跑来质问我，怒吼着说是我把前世的门客都举荐出去，故意不让他们帮他。我讥笑着说，原来他也知道啊，没有他这野鸡衬托，怎么凸显他们是真凤凰？前世是我寻遍怀才不遇之人，为他的策论查漏补缺，他却把旁人的心血当成自己的本事，作弊久了，连自己都骗，真以为没了我，他也能平步青云。我调动外祖母与阿爹的关系网，将那些真正的大才送入朝堂，夫妻之情易变，伯乐之恩难遇，日后半朝新贵皆是我沈家门客。顾寒渊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冷声说，他以为的才华不过是我的铺路石，没了我他什么都不是。没过几日，朝堂论功行赏，阿爹却旧伤复发，卧病在床。外祖母语气凝重地说，让我替阿爹上朝领赏。金銮殿上圣旨宣读，满朝文武哗然一片。太监高声宣读，感念镇北侯征战之功，膝下唯有一女，特封沈应宁为侍女，100年后承袭镇北侯爵位，子嗣无论男女，世袭罔替。我跪地接旨，内心震惊，皇帝竟给了我这样的恩赐。皇帝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又抛出一个难题，似笑非笑地问，听闻我与宁安王世子情投意合，他为我们赐婚如何？试探又是试探，沈家兵权终究让他忌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眸回话，朗声恳请陛下许我自立门户，婚嫁有己，不出嫁只招赘。皇帝龙颜大悦，当即应允。他怎知这是我早已布好的局，先请太傅求封阿爹为镇北王，再让门客请封侍女，想要开窗，必先翻屋顶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冲出，大声疾呼说她愿意嫁给侍女，哪怕是妾。满朝震惊，皇帝怒斥，御前侍卫将她嫁出宫门，论功行赏，终以鸡飞狗跳收尾。宫门外，萧念慈眼巴巴等着我，委屈控诉说我骗得她好苦，聘礼都备好了，媳妇却跑了。我拽着她上了马车，冷声发问她到底想做什么。萧念慈苦笑着说，陛下忌惮我们两家，她嫁给我是最好的退路，容她利用我这一回。我挑眉说，我从不退路，退无可退，便迎难而上，扶一位不猜忌的君主登基，方能永绝后患。与此同时，林家传来噩耗，青罗将林婉仪堵在暗处，在她脸上刻下贱婢2字，又捅伤她的小腹，跳井自尽。碧桃低声回禀，林婉仪虽捡回性命，却再也不能生育，彻底毁容了。碧桃又说，大小姐断了辅盐膏，见青罗脸上伤疤见好，便翻走藏药，还豁开了她的就巴必药。青罗走投无路，跳井自绝了，死得这么容易，倒便宜了她。林婉仪彻底毁容，见不得镜子，不敢看水面，满圣经重金寻找卖药的游商。我语气平淡的吩咐，给她需药，
要多少管够。前世他在我脸上刻字撒石灰的苦，今生该他尝了。林婉仪闭门不出，可他从前挥霍留下的债务却找上门来。债主拍案怒吼，欠的钱今日必须还。顾家乍富，毫无规矩，偌大府邸竟掏不出一个字。顾含冤挥毫作画，想以画抵债。顾含冤故作镇定地说，他这画日后必是一字千金。债主直接掀了摊子，嗤笑着说，如今他就是个无权无职的废物，这画只配当柴烧，没有我为他造势，他不过是个只会画画的草包。催债紧迫，顾含冤没法，只能动林婉仪的嫁妆。林婉仪尖叫阻拦，说那是他的嫁妆，不许动，还骂他连个正经官职都没有，真没用。二人吵得鸡飞狗跳，顾含冤一怒之下要写休书，怒喝着说，这样的悍妇他休了也罢。可三皇子怎肯失去林家这棵树，当即替他还清债务。早已绑在一条船上的一伙人想分也分不开了。圣经暗流涌动，宫变比前世提前了，只是这一次发难者成了三皇子，被捧杀的忘了自己几斤几两，皇位遥遥无期，便想铤而走险。三皇子自以为是大，深夜领兵攻入皇宫，却不知这一切都在算计之中。顾含冤那点先知记忆成了挑唆他送死的催命符。大皇子与太子早有防备，领兵救驾，平定叛乱。兄弟阋强竟因这场宫变重归于好。皇帝龙颜大悦，说他们兄弟同心，他甚感欣慰。就在此时，我上前一步，呈上一叠书信与私印，躬身启奏，说臣有证据直指顾家谋逆。证据确凿，直指顾含冤之父当年的谋逆案，终于水落石出。皇帝震怒拍案，怒斥胆大包天，废大皇子、三皇子为庶人，终身幽禁。顾含冤他爹用命保下的九族，被他亲手送上绝路。三皇子兵败被俘，唯一的要求便是要亲手处置顾含冤。皇帝同意了三皇子的请求，宫殿平定，朝堂震动，所有人都在议论顾含冤，说他是大皇子安插的内鬼，策论各个被采纳，却事事不成。原来是子承父业，一脉相承的谋逆。顾含冤被从狱中提出，押往三皇子府，他拼命挣扎，状若疯魔，嘶吼着说不可能，他爹没有谋逆，是我沈一鸣陷害他。我塞给狱卒几两银子，走进牢房，想看他最后的狼狈。我声音冰冷地说，这就承受不住了，他这辈子弄错的事还少吗？我戴着帷帽，声音刻意压低，他认不出我，却被我的话刺痛。我缓缓开口说，林婉仪自幼被父母宠爱，哪来的同病相怜？云隐寺迷路整夜无人问津，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。我继续说，当年是我刚没了阿娘，受尽欺负，才信了他二爹含冤的鬼话，信了他荒郊野岭护我一夜的深情，才千金相赠，帮他脱离困境。那时的他光风霁月，公子世无双，可如今只剩满身阴鸷与算计。顾含冤浑身一僵，眼神涣散，没了挣扎的力气，喃喃自语说，他只远远瞧见我上了林家的车。我嗤笑着说，他这一生前十几年意气风发，余下的尽是阴差阳错的笑话，是为将他拖出去，他失了魂魄一般，不再反抗。顾含冤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萧念慈说，三皇子府的私刑比皇宫还要残酷100倍，以三皇子的怨气，定会让他受尽所有刑罚，求死不能。宫变尘埃落定，大舅舅为保林婉仪，以顾含冤休妻为由求情，可他自己的官途还是一贬再贬，林家终究还是为自己的纵容付出了代价。林婉仪被接回林家，彻底疯了，整日在院里胡言乱语，嘶吼着说她是首府夫人，一品诰命，她要嫁去宁安王府。林家没法子，只能把她关在小院里。大舅母心疼女儿，掺毒的腐颜膏从未断过，这药膏会让她美到极致，也会让她丑到地狱。送饭的小丫头无意间瞥见她的脸，当场吓破了胆，惊恐尖叫着说是鬼，她的脸形同女鬼。林婉仪面色发青，头发稀疏，脸上的疤痕凹凸溃烂，那处小院成了无人敢踏足的禁地。前世她在我脸上刻字撒石灰，今生这便是他的报应。顾含冤被三皇子带走后数月，乱葬岗上多了一具不成人形的尸身，听说刚扔过去时还有一口气，最终逃不过野狗啃噬，尸骨无存。阿爹交还兵权，去塞外邺南安养，我正式袭爵，成为镇北侯。沈家的仇报了，接下来该为自己而活。我去接外祖母回侯府养老，他却摇了摇头，搬去了自己的庄子。外祖母目光坚定地说，他要重开归属，让天下女子都能自立自强。外祖母语重心长地说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书院学生都是我的同袍，世间千千万女子都是我的后盾。外祖母她才是真正的勇士，为女子闯出了一条新路。归属渐渐变成女塾，女塾又扩成书院，而我站在侯府高处，看着这一切。这一世不仅要报仇雪恨，更要为女子闯出一条新路。可北疆的战报突然传来，兵马犯边，国朝求和，对方指明要嫡亲公主和亲。有大臣高声进言，说六公主金枝玉叶，不可远嫁。永宁长公主战功赫赫，当为国分忧，和亲藩邦。满朝文武纷纷附和。
美其名曰为了国朝颜面，实则是舍不得宠爱的六公主，战功赫赫，便要被当作棋子牺牲吗？我四处打点，据理力争，可天子之意，无可违逆。反对之声，人微言轻，重生一世，竟还有我改变不了的事。皇帝不满我屡屡参政，下旨任命我为送亲使。太监监生宣旨，镇北侯沈应宁为和亲政使，护送永宁长公主远赴北疆，路途遥远坎坷，民风粗犷。皇帝是想让我吃尽苦头。出京那日，旌旗猎猎，公主车辇停在正中，但里面只有衣冠。我披着重铠，手持长剑，身后是个州府挑选的精兵，其中半数都是当年打散的沈家军。谢灵霜朗声一笑，唤我乐清，说别来无恙。她并肩而立，一身戎装，风华绝代。她是名扬天下的女将军，也是被皇权推出去的和亲工具。我直言挑拨，说陛下命我为送亲使，是在轻视长公主。谢灵霜眼底含笑，说她也看清了我，还谢我在朝中为她说话。她抬手指向道路两旁高台阁楼，帷帽如云，无数女子前来送行。谢灵霜语气铿锵地说，可让我瞧，天下女子会以我们为荣，这才是女子该有的模样，不做笼中雀，要做凌云鹤。我躬身行礼，说臣会在国朝为她铺好回家的路。谢灵霜爽朗大笑，说乐清之他，史书公笔，记下这一年永宁长公主北嫁和亲，镇北侯沈应宁为正使，领兵送行3000里。此后10年，北疆无战事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女子可入学，可从容，可凭己身，立足天地间。